好，各位同學，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我們信號與系統課程裡面的這個最後面的部分哦，就是傅立葉轉換。那之前我們其實已經學過了一個運算哦，叫做傅立葉級數。那傅立葉級數呢，好，它是可以來應付這種 periodic signal， 比如說週期性的方波。好 ，periodic。那我們呢，用傅立葉级數來處理。可是如果不是 periodic 呢？在我們自然界中，很多訊號都不是 periodic， 都不是周期性的。比如說，你不是方波，你是一個帽子的波形。那如果你是一個帽子的波形，事實上你就不是周期性讯號，那你自然也無法用傅立葉級數來分析。在這個情況下呢，我們呢就用傅立葉轉換，好 ，Fourier transform 來做分析。OK， 那事實上不是 periodic signal， 我們可以用傅立葉轉換來分析。如果是 periodic signal， 好，如果是 periodic signal， 它也可以用傅立葉轉換來分析。傅立葉轉換它其實可以應用的範圍是比較廣的，但這並不代表說傅立葉級數好還是傅立葉轉換好，它各有各的應用。好，那只能說，如果你不是周期性函數的時候呢，你一定呢就只能用傅立葉轉換來分析。那過去在學這個傅立葉級數的時候，我們學到這個 Fourier series 用在 periodic signal， 像這樣子一個周期性出現的方波，我們呢可以用傅立葉合成，我們可以用傅立葉分析，把我們的訊號呢積分一個周期除一個周期，然後把訊號呢乘上負的倍頻，我就可以求得它的所相对应的傅立葉级數。那我可以把所有的傅立葉级數所对應到的斜坡呢合成起來，變回原来的讯號。這是我們過去在傅立葉級數所學到的。可是假設我今天呢是這樣子，我今天遇到的問題是這樣子，我想要這個分析一個波形是一個方波。好，它不是周期性訊號。那要如何分析？如果我今天是一個帽子的波形，好，然後呢，它呢這個寬度叫做 t 那麼寬，它不是周期性訊號，可是你要用什麼方法來分析它的頻譜？好，這就是我們今天要來講的。那我們不懂得如何分析這個帽子波的頻譜，沒關係，我們呢先來看看說，假設我有一個訊號是這樣子。好，假設我有個訊號是這樣子，我有個訊號呢，好，它的它呢是我們稱它為S of T0。好，我稱呼它為 S of T0。S of T0是怎麼樣？它呢相當於是把某個x 訊號呢，我們讓它每隔 T0呢重複一次。什麼意思？假設我原先有一個波形是這樣，
就是一個帽子波的波形。那 S of t 的这個傅立葉的這個頻譜我們算不出來，可是有一種東西我們算得出來 ，S of t0的這種訊號我們算得出來。什麼意思哦？假設我把這個波形，它雖然不是周期性的，可是我假設讓它變成周期性。比如說我讓它，因為這個寬度是 t 嘛，好嘛，那我就說好，那你既然不是周期性，但是我把你變成好像是周期性的。然後呢，這個波形呢，重複的這個距離呢是 t0，啊，就是你本來不是周期性訊號，可是我把你变成周期性讯號。好，每隔 t0呢就重複一次，把 S 訊號呢每隔 t0就讓它重複一次。那看起來像是這樣子。如果你的 t0呢是2倍的 t 的時候，啊 ，t0是2倍的 t 的時候，這個是 t 嘛 ？t0是2倍的 t 的時候，也就是說你 t 打開 ，t 關掉 ，t 的時間是打開的 ，t 的時間是關掉的，打開關掉。好，所以你 t 等於 t0的時候，你的讯號是重複成這樣子。那如果你今天呢，你這個你重複它的這個頻率呢慢一點，也就是99再重複一次，好，把它拉開 ，t0等於4t，也就是說呢，你的這個開關的過程中呢，有1倍的 t 呢是打開來的，有3倍的 t 呢是關起來的，它的圖形是長這樣，或者是你今天的這個重複的這個頻率呢，再拉更開，好，也就是 t0等於8t，也就是說我重複的我會重複啦，我是周期性訊號啦，可是我的這個周期很長，長到8t。那同學有沒有發現一個事情呢？事實上，如果這個S of t0呢？好，我們剛才是說它等於一個周期性訊號，好，是一個 x 的訊號哦。然後呢，它呢每隔 t0重複一次。那如果我這個重複的這個時間呢拉得很長，我周期拉得很長，當我拉長到多少？拉長到無窮遠處的時候。你看，拉長到無窮遠處的時候，我看起來就好像是我會重複啊，我重複的周期是無窮大，那是不是它幾乎就等於原先的訊號？那這是什麼意思？這告訴我們的意思是說，雖然傅立葉級數不能夠分析非周期性訊號，可是我們有一個辦法，讓它也可以分析。什麼辦法？就是我們把所有的訊號都想象成周期性讯號，所有的讯號都是周期性讯號，然後呢，它的周期呢是無窮大，這樣就可以了。好，你看，重複，每隔2t 重複一次，4t 重複一次，8t 重複一次，越來越大，越來越大。到最後，所有的波形其實我們都可以想象，它就是一個周期性讯號。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能夠計算了啊。好，所以看起來是怎樣？我原先呢，我如果是周期性讯號的話，我可以把我的這個 S of t0 of t 哦，它呢可以用一個這
這個傅立葉級數來表示，啊，就是 ak 乘上 exponential jk 歐米伽0 t。我們想要做的是說，我們想要把我們的重複的這個 t0呢，讓它趨近於無窮大。那我們把這整個式子呢變化一下，啊，變成這樣子，就是好。首先我在前面補上一個 t0。然後這個保留，然後呢，我這裡呢補上一個 t0^2π，然後這個是 summation， 然後呢最前面呢我補上一個2π1。那在這個過程中哦，我命令哦。令這個當 t0趨近於無窮大的時候，好 ，t0趨近於無窮大的時候，這一項2π除以 t0，我們就令它為一個很小的 omega， 很小的頻率，對嘛？因為 t0越來越大，這一項可以想象成算它是一個很小的頻率。第二個呢？這邊本來是 omega 0嘛，那 k omega 0可以寫成 limit， 啊 t0趨近於無窮大，也就是omega 0換成2π除以 t0乘上一個 k， 好，當 t0趨近於無窮大的時候，這一項就無窮小，那 k 乘上一個無窮小的頻率，它基本上就代表所有可能的頻率嘛，啊，所有的 omega 都可能。啊，所以我們令它等於它，令它等於它，然後呢，另外一個呢，令 t0趨近於無窮大的時候，其中的 t0ak， 這項 t0ak 其實基本上我們沒有辦法定義，那我們就直接把它定義，它呢叫做頻譜，好，叫它傅立葉轉換。我們令 t0乘上 ak， 當 t0趨近於無窮大的時候，這一項呢就叫做Fourier transform， 就叫它 x 的 Fourier transform。所以原來的這整個式子就會變成什麼？當 t0趨近於無窮，這一項哈就是 limit t0趨近於無窮大的時候，這一項，它本來就會變成是 s of t， 所以這一項變 s of t， 這一項呢變成這一項。好，我們把上面的式子全部代換掉，它就會變成是什麼？變成是 s of t， 啊，會等於這個2π1的這個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好，本來是 summation 嘛，那因為我們現在是變成是很多的 omega 加在一起，好，很多很小的 omega 加在一起。所以這一項變成是底 omega， 好，所以這一項呢變成底 omega， 好，那這一項呢變成是 xo j omega， 那這一項呢 k omega 0呢，我們因為 omega 0變成 omega 基頻。已經不復存在了，它變成是一個很小的一個頻率，啊，無窮小的頻率，所以它就變成是 exponential 的 j omega t k omega 0，好，這邊是 k omega 0，好，所以這個呢，就是訊號等於傅立葉轉換，訊號的傅立葉轉換乘上 exponential j omega t 的積分。這個東西呢，我們就叫它 inverse Fourier transform。我們原先呢，這個傅立葉分析是這樣子，
我們的 AK 呢，就傅立葉級數呢，等於這個積分一個週期除一個週期，啊，積分一個週期除以一個週期，啊，我們的週期是 T0嘛，對不對？然後呢，好，積分一個週期除一個週期，然後呢，把原先的訊號是 ST0，好 ，ST0 of t 呢是一個週期性訊號，它乘上一個負的 k 倍頻，負的 jk 歐米伽0 t dt。那把它代換一下，把 T0 乘上去 ，T0 AK 等於好負無窮大到正負的2/T0到正的2/T0，然後 ST0 T 乘上 exponential 的負 JK 歐米伽0 T dt。那當 T0 趨近於無窮大 ，T0 趨近無窮大的時候，這一項我們剛才是有令這一項 T0 趨近無窮大的時候，它就等於 S of J 歐米伽。當 T0 趨近於無窮大的時候，這一項 ST0 of T 是不是等於 S of T？S of T。當 T0 趨近於無窮大的時候 ，K 歐米伽0 ，K 歐米伽0就換成歐米伽，也就是 exponential 的負 J 歐米伽 T 啊 dt。當 T0 趨近於無窮大的時候，這項變成負的無窮大到正的無窮大。OK， 所以這一個項。對不对？看起來是不是跟我們的這個頻率響應一樣？那這一項呢，就是 Fourier transform。所以你看哦 ，Fourier transform 出來的結果是 T0 乘上 AK， 所以要特別記得說，它跟 AK 的含義其實是不一樣的。好 ，Fourier transform 出來的結果跟 AK 的含義是不一樣的。好，這要特別注意。好，那我們就要來練習這個傅立葉轉換的這個運算了。假設我有一個這個訊號 S of T。它呢，就是剛才我們講的那個帽子波。這個帽子波是怎麼樣？它是一個要麼1，要麼0的這個訊號。當我的這個時間呢，在2/t 裡面的時候，啊，正負2/t 裡面的時候，它的強度就是1。那當它的這個時間呢，在2/t 外面的時候呢，它就是0。好，也就是你看起來的這個波形啊，它就是在負的2/t 到正的2/t 之間呢，它有1這個強度的一個這樣的一個帽子波的波形。那我們今天想要去計算它的傅立葉轉換。那事實上，這樣子的方波、帽子波，算是我們電機領域裡面一個蠻重要的波形，因為我們電腦的數位訊號全部都是這樣子的一個方波，好，都是這樣的帽子波，所以我們必須要去知道它的頻譜是怎麼樣。好了，所以我們要做它的傅立葉轉換，首先我們拿出公式，好，它的傅立葉轉換應該等於負的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S of T exponential 的負 J 歐米伽 T dt。
我們要把這個訊號做傅立葉轉換，它呢只在-2/t到正2/t之間有值，對不對？所以呢，它其實是本來是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的積分嘛，現在改成是-2/t到正2/t之間有1這樣的強度，乘上 exponential 的負 j 歐米伽 t 底 t 這樣子，好，有1這個強度。那接下來呢，就只是這一項的積分嘛，那你把它積分，好 exponential 的積分，所以是負 j 歐米伽分之1 exponential 負 j 歐米伽 t。從-2/t 到正2/t， 好，然後呢，你把2/t 跟-2/t 帶進去嘛，所以是等於負 j 歐米伽分之1的這個 exponential 負 j 歐米伽 t 除以2，減掉exponential 的這個負的帶進去嘛，所以是正的 j 歐米伽 t 除以2，好，這樣子。那這邊有2個 exponential 相減嘛，好，如果我們把負號拿進去，好，沒關係。如果我們把負號拿進去，那前面這邊補一個2，啊，它呢就會變成是這個，就是歐米伽除以2分之1，變成是2j分之1，好，对，2跟2約掉嘛。變 j 歐米伽，那我負號拿進去裡面，2j 分之 exponential 的 j 歐米伽 t 除以2，減掉 exponential 的負 j 歐米伽 t 除以2，好，所以我是2分之 j，2j 分之1的 exponential j 西塔，好，然後呢減掉 exponential 的負 j 西塔，那這一項就是一個 sin 嘛，好，所以這一項呢，它就會變成是 sin 的這個歐米伽 t 除以2，然後呢去除以什麼？2分之歐米伽。好，所以這一個就是這個方波的傅立葉轉換，好，帽子波的傅立葉轉換。那我們想要來看看說啊，這樣的一個帽子波呢，它的頻譜呢，我們得到的公式，那它畫出來的圖形是怎麼樣？好，它畫出来的波形是怎麼樣？那事實上哦，我們的變數是歐米伽嘛，這種分子跟分母同時有歐米伽的這種 sin， 好，我們在電機裡面。這個數學式子呢，事實上是有一個特殊的名詞呢，我們叫它 sinc。sinc 西塔這種函數呢，它其實是就等於 sin 的派西塔除以派西塔。也就是說，如果你的分子跟分母同時有這個東西的話，同時都有含有變數的話，我們就叫它 sinc。好，它是一個很特別的函數。怎麼說呢？我們來畫畫看這個圖。你要畫出這個 sinc 波形的圖，首先，比如說我想要帶歐米伽帶0進去，帶0，分母等於0，分子也等於0，所以它這個是一個0分之0的狀況。啊，它是一個0分之0的狀況。所以，首先你想要算它歐米伽等於0的狀況是什麼的時候，你要知道它是0分之0嘛，所以當 limit 當歐米伽趨近於0的時候，這一項會怎麼辦？0分之0嘛，
所以你可以用 L'Hospital Rule， 好，微積分裡面的 L'Hospital Rule， 或者是你利用這個，你利用這個limit 西塔趋近於0 sin 西塔除以西塔等於1的這個運算，對不對？或者是你用 L'Hospital Rule， 就是分子跟分母同時微分，然後呢再帶0進去，這樣也可以。那你用這個法則的話，也就是說你把分母補一個 t 給它嘛，對不對？分母補一個 t 給它，然後呢這邊呢再乘上 t， 所以它就變成 sin 西塔除以西塔的狀況了，對 ，sin 西塔除以西塔。那這一項當 omega 趨近於0的時候，這一項會等於1嘛？這一項會等於1。好，所以呢，這個答案等於 t， 對不對？當 omega 帶0進去的時候呢，這一項呢其實會等於 t。所以我們的這個波形畫出來，首先呢，我們要畫這個就是 x 的傅立葉轉換的時候，首先呢，當 omega 帶0的時候，好，它的強度是 t， 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呢，我們想要知道說，那這一個式子，好，其實它是這個式子，它哪時候會去？它其實基本上是一個賽波嘛，分子是一個賽波，可是怎麼樣？當你 omega 越來越大的時候，你的分母會越來越大，也就是說，它看起來是賽波，但是我的振幅，我的 amplitude 會越來越小。隨着我 omega 越來越大的時候，我的 amplitude 會越來越小，對嗎？好，所以當它 amplitude 越來越小，那總是會接觸到0嘛。那我們想要知道說，到底哪時候會等於0？好，也就是這一項 sin 的這個 omega t 除以2。好，我們想要知道說它哪時候會等於0。好，那所以 omega t 呢除以2呢，它應該會等於 sin 的0是等於0，沒有問題。可是0或者是派或者是2派等等，所以 omega 會等於多少？好 ，omega 呢會等於0，會等於2派除以 t， 會等於4派除以 t。那我們知道0這個點哦是不能用的，好，因為0這個點其實它的強度是 t。那它在 omega 等於 t 分之2派的時候呢，好 ，t 分之2派的時候 ，t 分之4派的時候，或者是 t 分之-2派，或者是 t 分之-4派的时候，它会等于0。所以基本上它其實就會變成一個這樣的波形。它一開始是 t， 然後呢，它會變得像賽波一樣。可是呢，它的振幅會越來越小，越來越小。它會在這邊 cross 0點，經過0點，然後越來越小，然後越來越小，然後最後越来越小。所以 sinc 是什麼 ？sinc 我們如果簡單畫起來，我會說 sinc 就長成像這樣，對不對？它是很像一個賽波，可是它中間是很高的，然後呢，它的振幅呢越來越小，越來越小。所以我們現在得到一個觀念，
帽子波或者是這種方波的波形，它的傅立葉轉換呢是一個 sinc 波的波形，這相當重要哦。好，我們在很多角落會看到這個運算。那接下來下一個問題，好，就是第二個例子。我現在假設剛才是時域，我的訊號是一個帽子波嘛，那我知道它的頻域呢是一個 sinc。那我現在反過來，如果你是时域，好，是一個，那频域呢是一個帽子的形狀，那我想要知道时域會是怎麼樣？好，剛才是 time domain。time domain 是一個帽子波，那 frequency domain 呢就變成是 sinc。所以我們從时域轉到頻率，我們用傅立葉轉換。那這邊呢，我們想要求 S of t， 所以我們用的就是反的傅立葉轉換 （inverse Fourier transform）。所以呢 ，inverse Fourier transform 比較麻煩哦。它的公式是寫成這樣 ：S of t 等於2π1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那它是从頻率合成嘛，所以這邊呢是頻率是正的。底 omega 哦，好，所以這邊有幾個重點，就是它是對 omega 的積分，它這邊是正的，它必須呢除以2π1，除以2π。好，那如果我們的頻域是一個方波，也就是我們的頻帶呢，好，只有在 omega b 之間好有訊號 ，omega b 之外呢就沒有訊號。那我們呢就來做做看，所以這時候 S of t 好，就是它就等於2π1，然後呢我們是從負的 omega b 積分到 omega b， 因為只有在這邊有頻率嘛，這邊就沒有，好 omega b 之外就沒有，所以你只要從負 omega b 積分到正的 omega b， 然後這之間它都等於1嘛。所以就變成 exponential j omega t d omega， 然後接下來做積分嘛，記得哦，我現在是對 omega 做積分哦，不是對 t 做積分。所以我對 omega 做積分，它就變成是2π1乘上對 omega 積分，所以 jt1的 exponential j omega t。然後呢，上下限呢是負的 omega b 跟正的 omega b， 然後它就會等於這個派 t1 2j1分之 exponential 的 j omega bt 減掉 exponential 的負 j omega bt。那這邊又是2j 分之1 exponential j theta 減 exponential 負 j theta， 所以這邊呢，它又會變成是一個 sin， 好，也就是派 t 除以 sin 的這個 omega b 乘上 t， 好 ，sin 的 omega b 乘上 t， 然後分母呢是 wt， 那你看它上面是 sin， 下面呢是又要除以 t， 也就是說我的讯號是怎麼樣？我本来是一個 sin 波，可是我分母又多一個時間 t， 也就是我的振幅會越來越小。哎，這是不是又是 sinc？ 好，是不是又是一個 sinc 的波形 ？sinc 的波形。所以你看，原先我们的波形是怎麼樣？原先我們的波形呢，我們的頻域呢，
負的 omega b 到正的 omega b。好，我們的頻域是這樣。那我們的這個時域呢 ，time domain。好，那剛才因為已經有推導過 sinc 怎麼畫了，那我這邊就不推導。我的时域呢，它呢就是也是一樣是一個 sinc 的波形。好，它也会是一個 sinc 的波形。那比如说，你看你这里除以 omega 多一個 omega 0嘛 ，omega b， 它其實可以看成 sin 的 omega bt 除以這個 omega bt 乘上 omega b 除以派，对不對？所以這裡的強度，因為當你 t 趨近於無窮 ，t 趨近於0的時候，0/0，這一項就是1，那這一項的強度就是 omega b 除以派，這樣。好，所以它就是一個 sinc 波形嘛。所以我們就得到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是什麼？时域是方波，频域就是 sinc。频域是方波，时域就是 sinc。那两個方向的這個應用呢，都非常的重要。那所以說，我們從這一個例子，我們得到一個什麼觀念？就是 sinc 的波 ，sinc is band limited。什麼意思？如果你时域是一個 sinc 的波形，它的頻域是一個方波，方波是不是一個 band limited signal？ 是嗎？對不對？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sinc 呢，它其實是一個 band limited 的訊號。那接下來再練習幾個比較常見的例子哦。如果我的訊號呢是一個impulse。這其實之前在 frequency response 也做過，它就是一個延遲系統的。那你要做它的傅立葉轉換，好，它的傅立葉轉換，先寫出公式，負 j omega t 底 t， 把它帶進去，就等於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的 delta t 減 t 0。乘上 exponential 負 j omega t 底 t， 那任何函數乘上 delta， 好，就只有 t 0會留下來，只有這個時間點會留下來，就變成 delta t 減 t 0乘上 exponential 的負 j omega t 0底 t， 最後就變成 exponential 負 j omega t 0。對不對？它是常數嘛，提出來，剩下來的積分是為1。好，所以這個就是延遲系統，或者是我們講一個 impulse。好，一個 impulse 呢，它的傅立葉轉換是什麼？一個 impulse 它的傅立葉轉換是什麼？那由這個例子我們也可以知道啊，如果你的 delta t 減 t 0的傅立葉轉換是 exponential 的負 j omega t 0，那你的 t 0帶0，他們的互為傅立葉轉換對啊，它的傅立葉轉換是它的反傅立葉轉換是它的傅立葉轉換呢就是1嘛，當 t 0等於0的時候，那1的反傅立葉轉換呢？就是 delta，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知道它們的一些互相對應的關係啊。所以我們知道說 impulse 呢，它的傅里叶轉換是一就是什麼意思？一就是說我在所有的頻帶，我的頻率都是一樣的強度，也就是說我的頻寬是無窮大的啊，我的頻寬是無窮大的。那接下來我們也可以反過來，如果你的頻譜呢是一個 impulse 啊，是2π delta 的這個 omega 減 omega 0，那要你求，我給你頻域，那我要你告訴我時域，那也就是我要用反傅里葉轉換嘛。對不對？他做反傅里葉轉換得到它，也就是說，反傅里葉轉換比較麻煩，2π⁻⁴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把頻譜呢乘上正的旋波，再對歐米伽做積分，那你把這項帶進去，等於2π⁻⁴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2π delta omega 減 omega 0 exponential j omega t d omega， 然後呢，這可以約掉，這任何函數乘上 delta， 只有 omega 0存活下來，所以最後答案呢，就是 exponential 的 j omega 0 t，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哎，這裡有一個傅里葉轉換對，這裡有一個，我們知道說。exponential 的 j omega t， 它也有一個傅里葉轉換對，就是 2π 的 delta omega 減 omega 0，對不对？好，時域，对 ，sorry， 這邊有一個0。你如果是一個旋波，頻率是 omega 0，那旋波的傅里葉轉換就是2π的 delta omega 減 omega 0，這裡有一個傅里葉 pair， 那如果你 omega 0等於0，好，如果你 omega 0等於0，也就是它就等於1 ，omega 0等於0。2π的 delta omega， 也就是說，你的时间的这个，你的讯號如果是1，那麼從頭到尾都是1，也就是一個直流訊號。那你的頻譜呢，就是你在時間為0，頻率為0的那個點呢，有一個很強的強度啊，你只有這樣子的一個頻譜。那如果我們知道說 exponential j omega 0 t 跟2π的這個 delta 的 omega 減 omega 0是一個傅里葉 pair， 好，傅里葉 pair， 這邊好像都忘記寫，對。他們是Fourier pair。那如果你有一個訊號是 cosine， 好，你是一個 cosine， 那事實上 cosine 呢，它可以變成是1/2的 exponential j omega 0 t
加上 exponential 的負 j 歐米伽零 t， 對不對？那你把整個式子做傅立葉轉換 ，s of t 呢變成 s of j 歐米伽，它的傅立葉轉換我寫在這裡了，所以它的傅立葉轉換再除以2，就變成派的 delta 歐米伽減歐米伽0，它的傅立葉轉換就是再除以2，就是派的 delta 歐米伽加歐米伽0。好，也就是說，在頻譜來看，如果你的訊號是 cosine 歐米伽0，那你呢，等於是在歐米伽0跟負歐米伽0的地方，對不對？你這個有一個 impulse 在歐米伽0嘛，然後呢有派這個強度，有派這個強度。其實跟我們之前在做傅立葉級數的也是一樣嘛，就你 cosine 呢可以分解成2項，啊，只是說在傅立葉級數裡面，我的頻譜其實是各是1/2嘛 ，cosine 一邊的強度是1/2，另外一邊的強度也是1/2。那傅立葉轉換跟傅立葉級數有點不一樣，好，在如果我今天是叫你算的是傅立葉轉換，那這邊的強度是派，兩邊都是派。啊，有一點點差異性。那所以呢，我們的這個部分呢，就得到了幾個很重要的這個傅立葉轉換的 pair。好，首先這個我們沒有算，因為我們在這個 frequency response 就算過了，它的傅立葉轉換是它。方波的傅立葉轉換是 sinc。如果你的時域是 sinc， 它的傅立葉轉換是一個方波帽子波。如果你是一個 impulse， 那你的傅立葉轉換就變成這樣子。那如果你是一個旋波，那你的傅立葉轉換呢就變成一個 impulse，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 pair。好，那我們這一部分就先講到這邊。